你知道演员在加入漫威宇宙前后都有哪些变化吗？我收集了一些最令人惊叹的角色，等看完这个视频，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。第一，小罗伯特·唐尼，他的经历也许在好莱坞历史上都能被称为最伟大的东山再起之一。I'm the best. 唐尼的演员生涯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，当时在周六夜现场上演了一段不太成功的节目。Spider-Man told me. 幸好唐尼得到了朋友的帮助，并让他有机会出现在热播的一系列青少年电影中。随后还靠卓别林获得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。本是顺风顺水的人生，但在90年代中期，一切都开始变糟糕了。他与毒瘾的斗争成为焦点，事业也遭受了重大挫折，最终走进了监狱。尽管唐尼在热门电视剧《甜心俏佳人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因为吸毒而被制片人除名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出狱后，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，并加倍努力工作，还从混乱而有害的生活方式中恢复到正常。但就算如此，因为前科在身，还是很少会有导演雇佣他。直到漫威制片人让唐尼扮演托尼·斯塔克时，他的人生才真正意义上得到了改变，从而再次受到媒体关注。在踏入漫威大家庭之后，唐尼也进一步调整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。他从一个骨瘦如柴的瘦子，变成了喜欢炫耀肌肉的超级英雄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虽然漫威拯救了唐尼，但唐尼也拯救了漫威。要知道，当时漫威是借贷款拍的《钢铁侠1》，如果这部电影没火，那么漫威就有可能面临倒闭。第二，克里斯·帕拉特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没有唐尼那么多考验和磨难，但仍然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。帕拉特在《银河护卫队》中扮演彼得·奎尔，又名星爵。 在加入漫威之前，他出演了一系列看上去傻乎乎的搞笑电影，而且当时身上还有许多赘肉。但收到了漫威的邀请后，为了把自己变成星爵，帕拉特每天不知疲倦地训练3到4个小时，从而来塑造和调整他的身体，最终从偏胖的体质到肌肉发达。尽管他改变了很多，但依旧改变不了搞笑的性格。现在，帕拉特已经成为好莱坞的顶级男主角之一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，因为他在背后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。原来还有这么多演员在加入漫威前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。第三，克里斯·埃文斯，他其实在加入漫威之前就靠青少年情感系列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就。尽管《神奇四侠2》口碑并不是很好，但埃文斯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霹雳火。在拍完这次超级英雄电影之后，他尝试了许多的戏剧，又比如《保姆日记》和《街头之王》等等，但随后又收到了漫威制片方的邀请。不难想象，他第二次的加入要比第一次成功得多。埃文斯通过扮演美国队长，成为了漫威电影宇宙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赋予了该角色真正的人性和真诚。而且埃文斯为了保持身材，还在不断的健身，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每个人去学习。第四，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，他在2011年的《雷神》中首次亮相时还不太为人所知。克里斯之前最大的成就就是在《星际迷航》中扮演柯克船长的父亲乔治·柯克。他的身材状况一向都良好，但仍然需要为雷神这个角色做好准备。于是克里斯和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共同训练。没办法，他在漫威中的使命太重了，教练把大部分训练时间都花在了克里斯的手臂和肩膀上，这可能是为了让他更轻松地拿起锤子吧。 You're not worthy. 克里斯最终增加了将近20斤肌肉。对于该角色，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得保持目前形象，不过除了胖雷神之外。第五，布里拉尔森，在出演惊奇队长之前，他就被粉丝评论为好莱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天才之一。现在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布里拉尔森值得炫耀的成绩。在职业生涯中，他有出演《废柴联盟》、《女孩梦30》和《少年收容所》等等，但最值得一说的还是2015年拍的《房间》，这是布里拉尔森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当漫威影业让他出演令人羡慕的惊奇队长一角时，大家并不感到惊讶，他的才华是不可否认的。拉尔森为了让自己成为超级英雄，从而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。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许多训练时期的照片和视频。最离谱的是，推着吉普车走竟属于他的日常活动之一。另一项是负重俯卧撑，在做俯卧撑时，他会在背上带着一条很重的链子，当然还有标准的臀部冲刺、步行弓步和引体向上。但说实话，还是那辆车印象深刻。好在辛苦的锻炼得到了回报，从这儿也能看出布里拉尔森是最符合京队的。现在我不得不佩服漫威的选角。你注意到了演员在加入漫威前后的变化吗？第六，保罗·路德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90年代中期。路德在小李子主演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1世纪初，他还加入了《老友记》剧集，随后又拍了《我们的傻老哥》和《世界末日》等等。他讨人喜欢的低调品质，使自己成为了斯科特·朗
榜的候选人。但是是否意味着他是不是也要拥有肌肉发达的身材呢？没错，粉丝们意外发现，这位45岁的演员花了很多时间在健身房里。在接受采访时，路德解释说：“我是那种想要结果的人，他想要的是结果，但却从来不想自己在辛苦时留下的汗水。”这种精神也使路德越来越成功。他每天都做1个小时的有氧运动，然后再吃早餐，接着又继续锻炼，而且每周做3次半小时的第2轮有氧运动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天才，只有背后努力的付出和坚持。第7，查德维克·博斯曼。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尊敬的瓦坎达国王。在加入漫威影业之前，博斯曼就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42号传奇和激越人心。这些角色都需要高超的演技和一定的身体素质，所以当博斯曼第一次出现在美队3中时，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，而且还有武术背景。为了确保能达到黑豹的身体标准，博斯曼每天都要和他的私人教练训练4个小时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，训练时就得像要为生命而战一样。不过最令人心疼的是，博斯曼在拍电影时就已经知道了自己身患绝症，但并没有因为此事退缩。他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好的印象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瓦坎达国王。你还知道有哪些演员的经历让你大吃一惊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请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们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见。